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啊，比如说我这个情况吧啊，我从美国银行呢，我当时存了点钱，然后呢，这次呢，因为不是美元的汇率很高嘛啊，然后7.3了嘛，那这次的话，我从美国的话想提一点现金回来，然后兑换成人民币。那么从美国银行的话提取现金的话啊，美国银行如果说你去兑换的话，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汇率啊。如果你还想兑换成人民币的话，你还是我觉得拿回中国兑换比较方便。那么我提取多少现金呢？一天24小时只能提取1004块现金的美元啊，这个在 APP 上可以试一设置啊。好了，提取回来之后呢，大概呢一开始呢，我跑去建设银行啊，我原本想了一想呢，建设银行也能换啊，换人民币，刚好一张卡呢要去解锁一下啊，然后呢，我当时想了想啊，也没多想啊，其实应该是去算一下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仔细后来算了一下，哎，结果相差100多块钱啊，3000多美元就相差100多，那我还是值得跑一趟别的银行的。那么这个是怎么算的呢？啊，首先的话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现钞跟现汇的区别啊。首先啊，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美元卖掉啊，我们这边选择美元，然后我们是卖方嘛，银行是买方嘛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有些国家呢、地区啊，它是相反的啊。你只要记住一点啊，做商家的，他们做生意的，他们只会低买高卖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了啊，永远不会错了。你看这边他低买高卖嘛，是吧？他这边是买入7.23买入7.26卖出，对吧？7.23买入7.26卖出，这样就不会错了。所以说我卖给他的价格肯定是便宜的价格。那你这样看下来的话啊，如果说我选择建设银行的话，我3000美元只能卖这个3000乘以7.1816，对吧？如果说我卖给招商银行的话，我能卖3000乘以这个7.2381，相差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个大家可以算一下，相差100多块钱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还是觉得值得跑一趟的啊。那反过来想啊，如果说你是现汇的啊，现汇什么意思呢？现汇跟现钞区别就是钞就是纸钞嘛，现金嘛。那现汇的话，比如说我这个钱从美国转到中国之后，哎，我转到哪个银行呢？可能这些银行卡你都有啊，然后你可以选一家。那正常来说，那还是这个招商银行最划算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招商银行这个现汇买入价跟建设银行的现汇买入价差了没多少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现钞跟现汇差别很大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主要是这个现汇呢，说是在你账上显示出来这个多少美元，但其实这个钱呢还是在美国啊。只是说呢，这个现钞的话，这个钱呢确确实实在中国，你这个钱给中国建设银行啊，中国建设银行还要帮你保管，还要验证这个真钞假钞，还要存储成本啊，存在金库里面，还要他也不能收利息，是吧？他也不能放贷，他这个钱还要给你利息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要把这个钱通过空运的方式，还要运回美国，还要去买国债啊，做投资，这样的话他才有收益嘛，懂意思吧？所以说呢是这个原理啊，所以说你还看一下，那卖出的话，其实你这边可以选择，比如说你这个卖出的话是他卖出啊，就是等于说你去哪里买，那么哪个最便宜呢？华夏银行买美元最便宜啊，3000美元的话你乘以这个价格，那他卖给你美元的话，它是价格是一样的，比如说现汇跟现钞是一样价格，那你可以选一下啊，但是这个差别不是很大，你看这个最划算的是华夏银行7.2568，但是呢你最不划算呢也就7.2696这个招商银行啊，招商银行因为它可能缺美元吧，所以说它价格出的高啊，急着缺美元，所以说它价格出最高，吸引你去卖给他啊，然后他去卖给别人，他卖去给别人也是很贵的，懂意思了吧？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要像我这样子卖美元的话，卖美元现钞的话，那你真的要看一下差价是非常大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差价是很大的。你看还有7.17的和里面7.16的，7.16的跟这个7.23的话相差很大了。